神话传说中，西王母宴请群仙的蟠桃盛宴就在这里。现在，西王母祖庙也坐落在这里。今天，让我们聊一聊神秘壮观的天山山脉。天山是世界7大山系之一，位于欧亚大陆腹地，东西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4个国，全长约2500千米，南北平均宽250千米到350千米。最宽处达800千米以上，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纬向山系，也是世界上距海洋最远的山系和全球干旱地区最大的山系。天山绵延中国境内1700公里，占地57万平方公里，大约占了新疆总面积的1/3。2013年6月21日，新疆天山成功申请为世界自然遗产。天山天池古称瑶池，是神话与现实的分界点。相传王母娘娘在这里得道升天，而天池作为她的浴池，从此声名远扬。天池湖面呈半月形，南北长35公里。1982年，它被列为国家第1批重点保护的风景名胜区。它被称为天山明珠。天池与乌鲁木齐约110公里，交通非常便捷。来新疆玩的第一站就可以选择天山天池。这里除了绝美的天池，还有各种神话传说中的顶级仙草天山雪莲。据说其可以返老还童、起死回生。它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我现在在世界上现存最大的八卦城中心，城中真的没有红绿灯。这里就是新疆伊犁的特克斯八卦城，它以我所在的八卦文化广场为原点，向外辐射8条主街道，4层环路，大部分路口都是依托一个小转盘引流，从而实现了主城区没有红绿灯也能四通八达。但是向外围辐射的道路还是可以看得到红绿灯的。特克斯城市内部到处都是易经八卦城的文化符号，八卦文化广场、八卦摩天轮、易经文化园等等，街道的名字也都是用八卦命名的。如果你喜欢易经，那一定要找机会来这里看看。特克斯的魅力还不仅仅是它的文化地域，特克斯还拥有草原之王卡拉峻、原始部落琼库什台、阿克塔斯姑娘峰等一众神级景区。去这些地方，特克斯是最好的落脚点。特克斯城内酒店、民宿选择性很多，夜市也是非常热闹。现在还新开了一个国潮风布业城。另外，围绕着这8条主干道，正在建设不同风格的福院，目前已经建设完成3座，每天都会有不同风格的表演，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快安排行程来玩吧！我居然是个10国混血美女！我今天才知道，我居然真的是混血。我回家立马问我爸妈怎么回事，结果他们也不知道我混血的事儿。我这不是前几天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吗？结果报告显示，我除了维吾尔族血统占比33%之外，居然还有其他10个民族的血统，其中有蒙古通古斯血统20%，北方汉族10%，甚至还有东欧、南欧、北欧、巴基斯坦、布里亚特、雅库特、印度等等血统。我咨询了一下做这个检测的专家，他们告诉我，原来这些血统可以追溯到几千上万年，是祖先漫长的迁移过程中形成的。我看我新疆闺蜜的报告也和我的一样，有印度、英国、巴基斯坦、东欧啥的。这就非常好的解释了新疆为什么帅哥美女多，为什么大眼睛高鼻梁的人那么常见，这些全是基因决定的。我的报告还显示了我喝酒一头晕，这个我没喝过，我还真不知道。说我的基因让我乐于助人，这个说的还是挺对的。我真的是一个热心肠。说我减肥要靠努力，这确实是。我现在的身材可真的是靠我每天坚持健身换来的。总体来说，这个检测还是比较好玩有趣的。您知道彭加木吗？我国著名生物化学家。1980年，他在罗布泊神秘失踪，至今仍未找到他的遗骸。关于彭加木的失踪，网上流传了许多版本。关于双鱼玉佩的故事更是神乎其神。
但实际上彭加木是我国第一代找假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寻找假盐的工作就已经迅速展开。然而，除了柴达木等地发现一些假盐矿以外，再无突破。直到1964年，39岁的彭加木第一次来到罗波坡外围考察，他精细地发现流入罗波坡的孔雀河、车尔称河和塔利木河这3条河流中，钾含量都是异常高的。他们每年都会把大量的钾元素流入到罗波坡。根据一系列复杂的计算，他得出了一个惊天的结论：罗波坡内每年聚集的钾可能有75万吨。他立马向国家打了报告，申请进一步进入深处考察。在此后不久，中国第一颗遥感卫星东方红1号成功发射。从遥感图上看，罗波坡地区钾元素的放射量极高，也验证了彭加木的猜测。1980年6月，彭加木散探罗波坡，一行11人的考察队艰难地克服高温、干旱、缺水、流沙等难题，向罗波坡内行进了约450公里。1980年6月17日，考察队在库木库杜克附近扎营，此时汽油和水所剩无几。为了解决困难，彭加木留下一张字条，独自外出找水，走向沙漠深处，不幸失踪。彭加木的失踪给罗波坡更添加了几分神秘。此后一段时间里，很多人对他望而却步，直到16年后，一位女科学家却毅然踏上了征途，她就是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王米粒。鬼吹灯中的精绝古城你听过吗？它真的存在，就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尼亚河流域。传说中精绝女王眼睛开启了叙述空间，为了主宰她的子民，制造了一种恶毒的惩罚。只要背叛她的人都会受到鬼眼诅咒，这些人会用灵魂完成祭奠。传说祭奠会让精绝女王前年后在沉睡中苏醒。鬼吹灯以此为脉络，给大家呈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实际上，真实的精绝国可没有各种诅咒，也没有邪恶的精绝女王。它位于昆仑山下尼亚河畔的一处绿洲之上，是西域36国之一。精绝国虽然是一个小国，仅有480户，3360人，士兵500人，但它位于丝绸之路咽喉要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关于它的消失，有人认为是河流改道引起的，但根据考察，并没有发现河道大规模变化的痕迹。也有人猜测是当地人乱砍乱伐造成的流沙扩大。然而，根据出土的木剑记录，精绝国命令规定，砍伐树木会有严酷的惩罚。还有一种说法受到了普遍的认可：东汉末年，汉朝国力衰减，对于西域的管控逐渐丧失，这样就使得西域各国陷入了弱肉强食的征战之中。仅有500名军队的精绝国必然难以抵御强敌，慢慢被周边国家兼并。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这里被称为中国箭乡，他们射箭真的那么厉害吗？今天是他们1年1度的射箭比赛，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真的厉害，我刚才了解了一下，原来锡伯族人又被称为射箭民族、骑射民族。锡伯族人擅长射箭，查布查尔的锡伯族家家有弓箭，人人自有学射箭。重大的节日，他们都要举行赛箭盛会，小小的村庄也会立起木杆，挂上射靶，输家要当中宰羊，请赢家以及众乡亲友好好吃上一顿。锡伯族喜爱射箭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锡伯族男孩一落地就有弓，锡伯族男女几乎人人都会射箭，这源于他们先祖的生活方式。锡伯族的先祖是东户系的托跋部，早在东汉以前，他们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以畜牧迁徙、狩猎为业，因此锡伯族与弓箭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甚至于弓箭上寄托着对祖先的崇拜与信仰。清朝将锡伯族编入8旗，锡伯人的射箭技能变成了保家卫国的利器。现在弓箭不再是之前的作用，但锡伯儿女仍然用弓箭在为国争光。据悉，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子射箭队
获得团体铜牌，其中队员薛海峰就是从查布查尔走出来的锡伯族青年。男子射箭队的总教练郭美珍也是查布查尔的锡伯族。好了，我不说了，我要去学射箭了，拜拜。今天我们从乌木齐到伊犁，走，出发。这两地之间自驾有好几条路线，到底应该怎么走风景最美？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因为有后面的计划，因此走了最快的路线，全程690公里，大概需要8个小时，全程高速，路面非常好走，但能看到的风景也是最少的。不过也有巍峨的雪山相伴，能路过一下赛里木湖，时间充足的话可以环湖游玩。还能路过果子沟大桥，这里是中国最土豪的大桥，单米造价高达340万，施工难度巨大，是世界桥梁建筑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过了赛里木湖景区，有几个停车区可以拍得到果子沟大桥的全貌，背后是高耸的雪山，伴着成片的云山，景色特别美。我更建议走的第二条路线是省道 S101， 要分2天走，乌鲁木齐出发，导航硫磺沟，沿着天山山路一直向西，到巴音沟就连同独山公路。这条路上你能看得到红山、五财山、雅丹地貌、大峡谷等等。沿途有很多可以停车的地方，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而且有很多岔路口可以上高速。第3种走法就是走网红的独库公路了，这个我找时间详细的讲。全年独库公路开放的时间有限，每年6月中旬开放，9到10月关闭。第4种可以走南线，乌鲁木齐出发，走达坂城，或托库兄后走 S301 向西，这条路全程900公里左右，但风景也很美。昆仙达坂、艾克达坂都非常壮观，沿途的拱南寺河谷更是绝美。但这条路的路况不是那么好，需要底盘高一点的车才能行走。别等了，快规划你来新疆玩的时间吧。中国古代3大工程，你知道都是什么吗？前2个应该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而第3个可能90%的人都没听说过。第一个，万里长城，世界8大奇迹之一，总长度2.1万公里，这个不知道的评论区扣1。第2个，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的古代运河，总长1794公里，这个不知道的评论区扣2。第3个是新疆吐鲁番的喀尔井，有1100多条，总长约5000公里，相当于北京到新疆往返的距离，这个不知道的评论区扣3。这个喀尔井古城井渠其实就是通过一个个深井打通地下的暗渠，是地下水利工程，是古代荒漠地区非常伟大的灌溉系统，始于西汉，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古代没有机械和测量工具，大部分工作都在地下，能完成这么伟大的工程，是古人勤劳和智慧的结晶。这喀尔井到现在还在沿用，作为当地老百姓的饮用水。在吐鲁番地面上看得到的一个个奇怪的洞，就是喀尔井的竖井，主要用来清理暗渠中的淤泥，保证河道畅通。可以说没有喀尔井就没有现在的吐鲁番，它是名副其实的生命源泉。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力气挖喀尔井？主要因为吐鲁番四面环山，是地处沙漠的盆地，日照时间长，地面植被覆盖较少，夏季地表温度80-90度，高山冰雪融化，地面的水会快速蒸发，根本存不住。而深入地下的部分则变成了暗流，只有通过地下暗区，利用地势高度差，才能把水引到生活区和田地。而正是因为吐鲁番独特的气候，再加上喀尔井水的灌溉，造就了葡萄理想的生长环境，糖分快速积累，成就了吐鲁番葡萄之乡的美誉。历史上真正的唐僧到底有没有徒弟？真正的玄奘是一个人从长安逃跑出来的，而且随身没有携带通关文牒，也就是现在的护照。一路上他昼伏夜行，混入西域的商队，前往玉门关。与此同时，捉拿玄奘的公文也发至了边关。刚到玉门关，玄奘便被官府抓获。面对官员的盘问，玄奘坦然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没想到审讯的官员却撕毁了抓捕令。他早就听说了玄奘的事迹，决定冒死放了玄奘。随后，玄奘一路向西，收下了他的徒弟，就是《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这个人叫石盘陀，是一名往来丝绸之路的商人。他遇到了玄奘，希望能为自己收解开光。玄奘帮助了他，为他祈求平安，
并答应收他为徒。石盘陀心里十分感激，并协助玄奘准备偷渡出去。但这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走着走着，石盘陀起了异心，担心玄奘因为偷渡被抓，连累自己，还因此起了杀心。这和《西游记》中孙悟空和唐僧的一些桥段都很相似。最终两个人还是分道扬镳，玄奘又变成一人，走进了800里无人沙漠，5天4夜未吃未喝。玄奘一度昏迷，全靠一匹识途的好马拖着他来到了一处泉眼，得以获救。这一路之上还曾经遇到了许多劫匪，险些丧命，不过也都风心化吉。之后来到了高长国，是现在新疆吐鲁番地区，也是《西游记》中火焰山的原型。这位高长国王曲文泰正是《西游记》中的牛魔王。这师傅怎么能故意绕路呢？上期我们讲了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取经，我们看一下他的线路图，明明长安到天竺的距离往返也就6000余里，但玄奘的线路全程却有5万余里，西行穿越西域再南下，到底为什么？那肯定也不是为了葡萄干呢。其实我们结合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就不难理解，这条直线距离虽然近，但中间隔着喜马拉雅山脉和周边成片的无人区，根本无法逾越。虽然路程最短，但难度也是最大的。另外有人说了，那走云南绕一下不行吗？其实也非常艰难，这条线路的地形地势都是这种南北走向，纵向高耸的横断山脉，又夹杂着怒江、澜沧江、金沙江等大江大河，导致海拔高度差变化极大，只身前往基本上穿越不过去。再加上这一区域被吐蕃控制，这条线路风险也极大。反观最长的西线，首先这里是古丝绸之路，双方活动非常频繁，沿路驿站设施也相对完善，再加上潘米尔高原古城葱岭是横向山脉，更像是一个走廊，而且这里是高原地形，冰雪覆盖，路面坚硬，更适合行走，相对也比较安全，因此看起来路程最远，但却是最佳的选择。大家都知道《西游记》里的火焰山就是在新疆吐鲁番，玄奘在新疆都发生了哪些故事呢？关注我，下一期我们接着讲。历史上真实的唐僧到底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样子？唐僧取经并非是神话杜撰，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但事实的真相却和我们看到的大相径庭。真实的唐僧并非一个唯唯诺诺、优柔寡断的人，而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真英雄。但他并非是玉帝哥哥，他取经也并没有唐王李世民为他送行，反而是乘着饥荒偷渡去的。这是为什么呢？唐僧原名陈毅，法号玄奘。他4岁丧母，10岁丧父，13岁跟随自己的二哥出家为僧。他悟性极高，且聪明伶俐，很快便远近闻名。青年时期便有了佛门千里驹的称号，受到唐王李世民的器重。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玄奘发现很多僧人所讲和经文内容不一致，而且有一些经书之间还相互矛盾，很多内容都被曲解了。到底哪些才是正确的呢？此时他为了追求真经，产生了去万里之外的天竺学习深造的想法，但这却遭到了李世民的反对。主要原因有2个：第一，西行的路途遥远，雪山、沙漠、迥异的气候，又要离开大唐的领土，可谓九死一生；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那是正是李世民准备对东突厥用兵之年，边关关闭，玄奘法师若是被敌方捉拿，极可能成为人质。而且玄奘本人又曾游遍大唐讲经说法，简直是一部行走的大唐百科全书。但玄奘去意已决，公元629年，他趁着天下饥荒，偷偷摸摸从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出发，一路西行，通过玉门关进入西域，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再穿越中亚、南亚各国，最终抵达目的地。看到这条路线，我相信大家不禁要问一句：师傅，你为什么要绕路呢？关注我，下一期我们详细讲讲，这里是不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安装红绿灯的县城？它为什么不安装红绿灯呢？因为这里是全世界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八卦城，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特克斯县。整个县城根据易经中的天地教尔万物通，上下教尔其志通之一，以城市中心八卦文化广场为原点，
向外发射8条主街道，4层环路，衍生64条街道，层层围绕，通朝无阻，呈现8864卦的医学八卦特征，因此闻名于世。这座县城建于1937年，据说定好中心后，是用8匹白马拉着8根绳子，向8个不同的方向奔跑，以此来确定城区的面积。再用20架牛力沿着八卦图的8条射线，移出了主干道的出行。在这里，你可以通过真正意义上的4通8达的道路，无论走哪个方向都能抵达你的目的地。但同样，不熟悉这里的人大概率会在这里迷路。特克斯县人口并不多，所以这里的交通部门在1996年的时候便取消了城市里的红绿灯设施。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人流逐渐增大，这座神奇的八卦城到底有没有增加红绿灯呢？有机会来看看吧。千万不行随便采摘哟！你知道天山雪莲吗？那个传说中的顶级仙草，据说可以返老还童、起死回生。它真正的功效到底是什么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药材，也确实有抗衰老的作用，被誉为百草之王、药种极品，是中华9大仙草之一。天山雪莲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悬崖陡壁之上，在终年不化的积雪和空气稀薄缺氧的环境中顽强生长，6至8年一开花，且每年只有7至8月1个月的花期。它娇艳华美，冰清玉洁，包裹在外面特别漂亮的这一层不是它的花瓣，而是它的苞叶，是叶子向上变化形成的，中间紫黑色的才是它的花的部分。天山雪莲微苦，性温，现代医学表明雪莲具有温身助养、祛风胜湿、通经活血、延缓衰老以及抗癌等功效，用于风寒湿麻痛、类风湿性关节炎。独特的生长环境使其极其稀有，再加上其神奇的功效，导致天山雪莲被过多采摘，一度濒临灭绝。20年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现在在天山有很多人工栽培的雪莲，营养成分和药用价值丝毫不输野生雪莲，是可以供大家享用的。一定要记住，如果来新疆玩，能看到野生天山雪莲，一定是我们的幸运。迪丽热巴在新疆根本不算美女。大家是不是都听过，在新疆3步一个古力娜扎，5步一个迪丽热巴？最近我的视频下面也有很多人说，新疆到处都是美女，迪丽热巴在新疆根本不算美女。我承认，新疆美女可能是相对多了一点点，但是迪丽热巴绝对是新疆顶尖的美女，都不用说她的穿着和造型，就纯素颜去比较，她大大的眼睛、高挺的鼻梁、精致的五官比例，几乎都是无可挑剔的。我虽然也有，但还是有很大差距的。另外，她的身材也是无敌，而且一直保持得非常好，不光是天生丽质，后天还很努力。最重要的，她的性格和人品都非常好，出席各种活动，一些小细节都能体现得出来。热巴一出道，我就是她忠实的粉丝，谁说她不美，就是说我不美，我都会拿小本子记上。记住哦，新疆很美，人美，景也美，不是都美，但大多都美。刀郎为什么叫刀郎？这个刀郎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新疆叶尔羌河流域，从麦盖提到阿瓦提生活着一群刀郎人，他们是维吾尔族的一个分支，他们生活的地方叫刀郎部落，他们的舞蹈叫刀郎舞，他们的歌曲叫刀郎舞卡姆。刀郎人的歌声粗犷舒缓，高亢有力。刀郎这个词是集中或聚集的意思。刀郎人勇敢彪悍，勤劳朴实，随性热情。歌手刀郎本名罗林，是四川人。1993年，他遇到了新疆歌手朱美，两个人很快相爱。罗林便来到了新疆生活，在这里他深受刀郎文化的触动，慢慢的便将新疆民歌与流行歌曲进行融合，开创了他独特的曲风。他也因此取名刀郎，被誉为西域浪子。他第一次来到新疆，大巴车停下来的地方就是一个叫8楼的公交车站，因此那首脍炙人口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里面那句8楼的2路汽车，知道什么意思了吧？凭借这个专辑，刀郎一夜火遍全国，创造了至今无人超越的奇迹。这个专辑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卖出了270万，
盗版销量直接破1000万，什么概念呢？那年巅峰时期的周杰伦都没有超过100万。随后刀郎乘胜追击，推出《冲动的惩罚》、《情人》、《披着羊皮的狼》、爱是你我等等深受大家喜欢的歌曲，但在他最巅峰的时刻，他却选择了将自己封闭起来，拒绝一些演出活动。他自己讲到，这不是我想要的。在沉默几年之后，娱乐圈里突如其来的恶意来得那么意外，刀郎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随后他便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但他的声音却成了无数人的回忆。有多少人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评论区说说吧，你最喜欢刀郎的哪首歌呢？平时你看到的古力娜扎、迪丽热巴都不是他们的全名，那他们的全名是什么呢？迪丽热巴的全名是迪丽热巴·迪丽穆拉提，意思就是心爱的美人。古力娜扎的全名是古力娜扎尔·百合提亚尔，意思就是花儿一样的美貌。哈尼克孜的全名是哈尼克孜·伍曼尔，是小公主的意思。尼格买提的全名是尼格买提·热合曼，意思就是一顿美食。我们的名字都有很美好的寓意，这也正是为什么你看到的那么多维吾尔族姑娘的名字里面都有古丽。古丽翻译过来就是花儿的意思，象征着美丽、漂亮、受人欢迎。但直接叫古丽也是不对的，因为一般古丽不会单独用，前后都会加一些其他的字，如果太长记不住。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见到新疆人你都可以叫嗨阿达西。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为什么是西安？因为这里就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曾经西汉的首都长安，这里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2000多年前，20几岁的张骞离开长安，一路西行，谁也不知道这一别便是11个春秋。这一行将中国文化和中亚文化第一次连接在一起。丝绸之路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途经兰州、张掖、酒泉、敦煌，在古楼兰分2条路线，北线经库车、阿克苏，南线经若强、五精绝等，在喀什汇合，通往中亚地区。经过时代变迁，丝绸之路的贸易在大唐到达繁荣鼎盛时期，开辟出多条支线，直接连通古罗马。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相互传入和遗址的东西有很多，医学、舞蹈、武术和一些著名的动植物、饰品、用品、器具等等。到元代，丝绸之路的交易目的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数是文化交流为使命，而不再是以商贸为主。从侧面反映了丝绸之路的衰落。清代初期，随着一些政策的实施，丝绸之路贸易全面走向衰落。而今天，丝绸之路曾经的繁盛正被我们续写。2013年，我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就是我们在说的一带一路。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来看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齐根乡苏木哈纳村。这名字太长了。这里是我国最晚日落的地方，也是我国陆地的最西端。在每年夏至前后，这里晚上10点半才刚刚日落，与我国的沿海省份东部的城市有3-4个小时的时差。这里就是我国最西端的省区新疆。而新疆最西端的城市就是我们熟知的喀什，喀什以西就是我国最西端的自治州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这也是中国名字最长的自治州，简称克州。克州有我国最西端的县是乌恰县，乌恰县有我国最西端的乡是吉根乡，吉根乡有最西端的村是斯木哈纳村，也就是我国西极石碑矗立的地方。中国西极石碑在地理位置上，这里并不算祖国的最西端，但这里确实是我们普通人所能抵达的最西端，海拔3000米左右。中国真正的最西端在阿克陶县一座海拔5000米的山上，游客是无法抵达的。来这里需要办理边防证，在喀什很多地方都可以办理。想不想来这里打个卡呢？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可可托海，它不是海，它倒是有一条阿尔济斯河，我国唯一一条流入北冰洋的河。
那它为什么叫科科托海？您可不要觉得它在骗人哦。科科托海是蒙语的音译，科科是蓝色的意思，托海是弯曲的意思，加在一起是蓝色河湾的意思。在哈萨克语中翻译过来是绿色丛林的意思。这两个翻译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科科托海的美。这里拥有国家5A 级景区，有白桦林、宝石沟、中山秀谷等等。但来这里美丽的风景是其次，你还要知道这里是一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地方。科科托海矿产丰富，世界上已知有用的141种矿物，科科托海3号矿坑就拥有86种，稀有金属占矿山储量的90%以上。就是这些稀有金属在共和国初期帮助我们偿还了巨额外债。同时，我国两弹一星、航空航天一些核心的材料和燃料也出自这里。这里是名副其实的英雄矿。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爱而不得的经历？2021年的央视春晚，歌手王琦唱了一首《科科托海的牧羊人》，歌曲悲凉深情，歌声如泣如诉。这首歌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你知道吗？女人是个美丽的养蜂女，她失去了丈夫，独自带着2个孩子，赶着骆驼，载着蜂箱，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他来到了美丽的科科托海。新疆天气多变，一天暴风雨突然来袭，养蜂女慌忙开始收拾蜂箱，一不小心扭伤了脚。这时一个青年恰巧路过，帮助了她。这是一个英俊的游牧青年，养了一大群牛和羊，追随着草地四处为家。为了感谢青年，养蜂女给他送了蜂蜜，还做了饭给他吃。许久没有吃过一顿好饭的青年，居然在那一刻有了家的感觉。之后，牧羊人在放牧之余，也帮助养蜂女干一些体力活，让养蜂女也感受到了被人照顾的温暖。就这样，天长地久的相处变成了细水长流的情谊。他们爱上了彼此。牧羊人不嫌弃养蜂女比他大，结过婚还愿意做孩子们的父亲，守护着他们。可养蜂女却有顾虑，她认为自己有2个孩子，和牧羊人在一起会拖累她，而牧羊人还很年轻，应该有更好的选择。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养蜂女选择悄无声息地离开，冰冷的雨水打在她脸上，但她依然能感觉到自己滚烫的泪水在流淌。牧羊人不相信养蜂女不辞而别，便痴痴地在这里等她回来。当养蜂女听说牧场的草已枯黄，而牧羊人还没有离开，便托人带去善意的谎言，说自己已经嫁人了。世界上最大的遗憾之一，应该就是相遇相知，却不能相爱相守了。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不知道哪个工程队能接这个项目，评论区联系我。今天我们来搞一个大项目，如何把中国最大的沙漠变成绿洲。这里是骆驼见了都要流泪的地方，被誉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3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个广东。如果这里变绿洲了，就能有效地解决我国水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我有2个不成熟的小想法，不知道哪位专家老师可以帮我看看。青藏高原被称为亚洲水塔，是世界第2大冰川聚集地，包括我国的长江、黄河等7条亚洲最主要的河流均发源于此。这里的水量是充足的。方案1，如果能将阿尔金山和昆仑山打2个很大的洞，让青藏高原之水流入塔里木盆地，问题直接就解决了。但施工难度好像有点高。方案2，我国的地势被划分为3级阶梯，西北高而东南低。如果借助地势高度差，从青藏高原引雅鲁藏布江南下之水，沿着第1阶梯边缘从东部北上，贯穿长江、黄河，穿越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进入塔里木盆地。我国1、2级阶梯海拔高度差2000到3000米左右，应该是有实现的可能性。这样不光解决了塔里木盆地的问题，还能通过滞留引水进入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直接把我国整体干旱地区缺水的问题都解决了。你们说这想法靠谱吗？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大家想看我跳舞，今天给你们跳一段吧，给我点赞哟。
我的爱情像杯美酒，一杯美酒，心上人，请你把它接受。天山上的雄鹰智慧，盘旋不飞过山顶，情人围绕着我，乌云里走。1972年，尼克松访华，送给我国一只耳朵，周总理看到却瞬间变了脸色。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之旅成了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他在中国总共待了1个星期，走遍了诸多的城市。在他即将离开中国时，周总理特意在上海为尼克松举办了一次欢送晚宴。晚宴上，尼克松突然当中拿出了一张照片，送给了周总理。照片上是某地的地形图，中间的地形看起来很像是巨大的一只耳朵，因此被誉为地球之耳。尼克松说道，这是今年我们的卫星拍摄的照片，这里是你们国家新疆地区的罗布泊，它已经完全干涸了。尼克松这话一出，震惊了中人。罗布泊曾经是我国第2大内陆湖，1959年的时候还曾测出大面积的湖水，这才过了多少年就彻底干涸了。另外，中国领土的情况凭什么要一位美国客人来告诉我们呢？大家不由得意识到，对罗布泊的探索必须要加快了。那么，为什么要去探索罗布泊？我国是人口大国，中国要用只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世界 22% 的人口，因此提高单产是我国农业的根本出路，而科学种田、科学用肥变成了关键。人常言蛋长枝叶，甲长根，开花结果用磷喷。但是在当时，我国的钾资源十分匮乏，要依靠大量进口。除了在柴达木盆地察尔汗发现了超大型钾盐矿床外，其他地方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进展。但理论上讲，12万平方公里的柴达木盆地和56万平方公里的塔里木盆地，从地质资源来讲应该是相似的，因此塔里木盆地也应该有钾资源才对。但这个地球之耳同时也是一片死亡之海，这里无水无路无生命，有的只是一望无尽的荒漠，在这里勘探又谈何容易？胡姬舞得再快一些，胡姬舞得再快一些。这李白口中的胡姬是什么意思？实际上是指胡人酒店中的卖酒女孩，就是餐厅销售代表。这李白口中的舞便是胡旋舞，有节目表演，酒的销量自然就上来了。李白的意思便是让会才艺表演的销售代表再来一段。放心，电影能演出来就肯定不是什么贬义词。这胡人在唐朝泛指北方和西北地区的游牧群体，是一个统称。胡旋舞在唐代可谓是非常风靡，当年的春晚那必定是胡旋舞开场，胡旋舞压轴。咱这个视频点赞过10万，胡旋舞我给大家来一段。胡旋舞源于西域，节拍鲜明，奔腾欢快，多旋转灯塔，故名胡旋舞。唐开元年间，西域胡旋舞流入大唐，瞬间在唐朝宫廷流行开来，并呈现在敦煌莫高窟壁画中。之后，胡旋舞在唐朝50余年盛行不衰。白居易在《新乐府胡旋女》中写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旋，手应鼓，旋舞一声双袖举，回旋飘摇转蓬舞。谁要再说这是刀削面舞，我给谁急。当郎的这首偏偏90%的人都听不懂。如果说罗刹海市是在批判现实，那偏偏这首歌就是人生指南。偏偏到底讲的是什么？偏偏其实是一个仙女的名字。我们先了解一下这偏偏背后的故事。同样，它出自《聊斋志异》同名小说《偏偏》，讲的是一个小伙叫罗子福，滨州人，现在在陕西，自幼父母双亡，跟随叔叔生活。罗子福14岁时被坏人引诱去嫖妓宿娼，喜欢上了一个风尘女子，后随着女子去了金陵，在妓院住了半年，最终钱财花光了，还染了一身重病，身体溃烂，被赶了出来。他没脸回家，便开始流浪。有一天傍晚，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女子，美得像天仙一样。女子主动问了罗子福的情况，还说道：我是出家人，你可以随我进山，也算有个住处。罗子福听后欣然前往，没想到在这里，女子用一息清泉治好了罗子福的病。这罗子福大病高好，反手就是一顿表白，最终和这女子相爱，2个人在一起了。他们生活的衣物、食物都是女子用叶子和云朵变
炼出来的。这女子便是翩翩。谁曾想，翩翩还有一个好闺蜜叫花城。罗子服一见花城姑娘貌美，便动了歪心思，十足的一个渣男。结果他一有点小动作，身上的衣服就变回叶子。其实翩翩早已看在眼里，但没有责怪他。罗子服这才老实。后来罗子服和翩翩生了一个儿子，聪明伶俐，天生富贵相。又过10几年，他们操办了儿子与花城家的姑娘成亲，两家皆大欢喜。这些年里，罗子服时常挂念叔叔，想回乡探望，但偏偏态度坚决，不能随他一起回去。加上儿子小，需要照料，现在儿子也成亲了，他便带着儿子儿媳返回老家。离别的时候自然是依依不舍，回去之后与叔叔一家团圆。后来罗子服想念翩翩，回去探望，只见得黄叶满路，洞口迷失，再也找不到翩翩了。故事就此完结。那刀郎老师的歌曲《翩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下一期我们接着讲。你觉得刀郎老师最经典的歌是《西海情歌》吗？刀郎老师这首《西海情歌》歌词背后的真实爱情故事，你知道吗？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不会让我把你找不见，可你跟随那南归的候鸟飞得那么远。男孩和女孩是两个来自南方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俩一同报名参加了环保志愿者，走进偏远美丽的可可西里。女孩被安排在人比较多的藏羚羊观察站，男孩安排在条件艰苦的沱沱河观察站。巍峨的雪山下面是茫茫的戈壁，雪山下面的可可西里因高寒缺氧而被称为生命禁区。男孩所在的沱沱河观察站只有一顶干净整洁的帐篷，里面除了床什么都没有。那里最低气温可达到零下40摄氏度，但他生怕女孩担心，每次来上交资料和女生见面时只会讲一些有趣的事情。实际上女孩早就从同事口中知道了沱沱河真实的情况，两个人就这样彼此牵挂着，苦苦地守护着。再有最后一次上交资料，就有下一批志愿者接替他们的工作了。可就是这个最后一次，女孩却再也没有等到。一天早上，观察站突然来了3辆小车和许多领导，女孩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而领导们都齐齐地围在她的身旁。女孩愣愣地望着这些不熟的人，似乎明白了什么。男孩还是在工作中意外牺牲了。当听到这个消息，女孩瞬间大脑空白，再听不到其他声音，晕了过去。男孩是可可西里牺牲的第一个志愿者。刀郎听到两个人凄美的爱情故事，被深深的打动，于是创造了这首悲凉的西海情歌。你知道吗？刀郎和云朵的这首《爱是你我》其实不是一首爱情歌曲，而是为了英林海啸赈灾公益演出写的歌曲。爱是你我用心交织的生活。后小沈阳和沈纯阳翻唱，火遍全网。这2天在涿州支援，看那么多志愿者忙碌的身影，能真切地感受到很多人的大爱是无私的。爱是你我在患难之中不变的承诺，爱是你的手将我的伤痛抚摸。歌曲中这种大爱就在我们的身边，它可能来自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可能来自一个满身大汗的货车司机。很多人驱车几百上千公里运送物资，卸完货物生怕堵车就立马离开，甚至连性命都不留。很多人全身湿透，一件接一件的在卸货，甚至一天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很多人带上装备，一趟接一趟的冲进灾区救人，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正如刀郎老师歌曲里面唱的，这时间我来了，我来了，任凭风暴漩涡。这是你爱的承诺，让我看到了阳光闪烁，爱拥抱着我，我能感觉到它的抚摸。
就算生活给我一寸的苦痛折磨，我还是觉得幸福更多。刀郎老师的《罗刹海市》不是他专辑里最好的歌，我觉得最好听的是那首《花妖》。听《罗刹海市》能让你笑，而听《花妖》能让你哭。听这首歌，它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你一定要知道。一对鸳鸯，生生世世的轮回，两个人同在一城，却不在一世。歌中诉说了女孩万般期许、心酸和无尽的绝望。故事讲了宋朝一个穷小伙爱上了一个富家千金，两个人情投意合，暗定终身。结果被女孩父亲发现，极力反对，命人将小伙杀害，鲜血染红了小伙褐色衣衫。小姐贞洁刚烈，随小伙殉情而去。来到地府，他们的故事触动了阎王，许两个人后几世再续前缘。结果轮回道浅，错过了罗盘，两个人的时空交错，女孩投在宋朝的杭州，小伙却投在了隋唐的杭州。下一世，女孩追到隋唐，小伙却生在了夏朝。两个人就像两条平行线，永远没有交点。我在时间的年轮上像一滴眼泪，悲壮但又渺小。你我擦肩而过，你吹着我吹过的风，你是否还能闻出我胭脂的味道？如果将我起誓的眼泪全部累加，那这杭州城早已变成汪洋大海。我的心已经碎如流沙，放在车辙的旁边。如果有一天你奔波在路上，我便能与你相遇，那应该是我与你最近的距离。不能再讲了，再讲我就哭了。大家记住，在杭州谈恋爱要谨慎。我记得没错的话，白娘子和许仙在杭州爱的也挺费劲的。在爱情这个方面，杭州有没有成功案例了？小白杨这首歌你肯定听过，但您知道吗？这个小白杨哨所真的存在，原名叫塔斯提哨所，位于新疆塔城，与哈萨克斯坦只隔着一道铁丝网。塔斯提在哈萨克语中是石头的意思，说这里只有石头没有树。塔斯提哨所建于1962年，那一年代这里的条件很艰苦，环境恶劣，生着没水没电，喝水需要去数公里外背回来。战士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守护着祖国的边界线，保卫着我们的家园。这里的第一抹绿色是一位叫程福胜的锡伯族战士带来的。1980年，程福胜19岁，被分配到塔斯提哨所。3年后，他第一次回家探亲，对母亲说起了哨所的艰苦。他母亲一夜未眠，第二天便在自家院子挖了10棵小白杨树苗，教他带上。战士们每天就用洗脸刷牙省下来的水浇灌这些小白杨。在这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最终只有1棵树苗活了下来，与战士们共沐风雨，同守边防。1983年，阎伟文老师首唱了这首《小白杨》，并快速得以传唱。这塔斯提哨所因此改名为小白杨哨所。如今这里的设施早已经得到完善，立体管控能力倍增。这棵小白杨见证了祖国的日益强盛。今天是8月1号，让我们一起为坚守在祖国边境的戍边战士致敬，为小白杨顽强的生命点赞。刀郎老师都是千年的道行，你怎么说上《聊斋》了呢？这《罗刹海市》改编自蒲松龄的同名小说《聊斋志异·罗刹海市》。上一期我们讲到，故事中的马季来到罗刹国的海上交易市场，简称罗刹海市。这里到处都是奇珍异宝，马季争光的兴起，一个少年骑着骏马而来，世上的人们纷纷避让。这少年便是东阳三世子。三世子看马季是一帮之人，便与马季交谈起来，并邀请马季同行。来到海下宫殿，面见了龙王。龙王了解到马季颇有文采，便请求马季写一篇海市赋，描写海市的繁荣之景。马季不负所托，随笔写下1000余言的赋作献上。龙王看了拍手称赞，见马季才华横溢，欲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马季。这才聊了一会儿，就谈婚论嫁。马季听后拍案而起，
离开坐席，说道：“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这马季也是爽快之人，其实马季心中也在嘀咕：这龙王女儿见都没见过，这盲盒开的有点草率，说是迟那是快。婚礼已经举办完毕，马季这才有机会偷偷看了一眼龙女。这龙女沉鱼落雁，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仙女。马季心中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此后，马季便与龙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外出3年，时而思念故乡。一次，马季忍不住对龙女说道：“我心念父母，你能跟我回家吗？”龙女说：“千帆道路阻隔，我不能随你而去，我也不能阻拦你回去尽孝。你既有烦心，你我情缘一尽。”马季听后泪如雨下。龙女继续说道：“人生聚合离散，如同日升日落一样平常。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从此以后，我为你守贞，你为我守义，你我还是夫妻。我现在已有身孕，你留下心物。3年后4月8日，你乘船到南岛，我将孩子交还于你。”随后便交给马季一袋子金银珠宝，说道：“你好好生活，这钱财几代人也用不完。”次日，马季离开东海，返回家乡赡养父母。他如约没有再娶。3年后来到南岛，果然一男孩一女孩在沙滩上嬉戏玩耍，腰间还佩戴着当初留下的信物，身上还有一封信，道出了龙女对他的思念，也有一些嘱托。马季看完便泪流不止，他十分珍惜这段爱情，为之守义妇儿，对龙女念念不忘，情深意切。马季最后如何？蒲松龄没讲。马季回到现实，可现实又是什么呢？花面丰盈，世情如鬼，蜃楼可见，海市难寻。日本和韩国有一种奢侈品，在新疆卖10块钱3个，足足40多斤，那就是西瓜。在韩国，一个西瓜要卖几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00到200元一个。日本也差不多这个价格。前段时间还有韩国博主发视频吐槽，说我们中国人吃西瓜居然不吃西瓜皮。下面评论区还有人跟帖说，笑死，他们居然不知道西瓜皮也能吃。还有人晒出韩国的超市在销售一袋袋装好的西瓜皮。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多的西瓜皮，到底是谁啃的呢？估计这个视频放给他们看，他们能气死。在我国，西瓜在各地的价格虽然略有差异，但总体来说算是西瓜自由的。中国人每年吃掉全球70%的西瓜，是全球最大的西瓜消费国。其实我国的西瓜自由要感谢一个人，那就是西瓜之母吴敏珠奶奶。她是武汉人，中国80%的瓜都出自她的手。1953年，西南农学院走出2位毕业生，一位是袁隆平，另一位就是吴明珠。他原本可以留校任教，但他毅然决定前往当时环境恶劣的新疆吐鲁番，开启了他对甜瓜和西瓜研究的一生。那个时候，中国大多数的西瓜都是皮厚、白瓤、不甜，产量还低。吴明珠在上世纪60年代先后跑了新疆300多个生产队，收集数百份资料，整理出了44个甜瓜、西瓜的品种，开始培育新的瓜种。经过了数十年的努力，他还先后培育出来红心脆、含笑、郁金香、麒麟、巴斯二子等数十种西瓜、甜瓜品种，奉献了自己一生的时间，真正让国人实现了西瓜自由。直至2017年，87岁的吴明珠奶奶因阿尔兹海默症退休，告别了瓜地。如今她已经93岁了，虽然生病让她的记忆衰退，但她依然能清晰地说出：“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让我们一起给吴明珠奶奶点个赞吧。最近2年，新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居然出现了成片的神秘湖泊。这些湖泊面积之大，数量之多，宛如一条条巨龙，极其震撼。要知道，这可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世界第2大流动沙漠，骆驼见了都要绝望的地方。可如今，这些成片的湖泊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茫茫大漠有机会变成塞外江南吗？原来2022年，新疆地区出现了10年来最大的降水，塔里木河水量明显增多，漫溢到附近的沙漠中，形成了很多湖泊，像河流一样，场面非常壮观。究其原因，主要还是高温造成的。高山区冰川积雪融化，导致河流水位上升。有人说了，
何不趁此时机，用飞机播撒草籽？塔克拉玛干沙漠是否能变成绿洲？答案是否定的。沙漠变成绿洲，并不能靠1、2次暴雨降水来实现，而需要源源不断的水源补给。依靠现有的塔里木盆地内的水流系统是无法实现的。不过，我们也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怎么才能解决塔里木盆地缺水的问题呢？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你知道中国56个民族里面，目前人口最少的是哪个民族吗？他们是新疆3个白种人民族之一，颜值超高，那就是塔塔尔族。据2021年人口普查显示，塔塔尔族人数3544人，是56个民族里面人口数最少的民族。虽然人口少，但他们极其重视教育，是我国平均学历最高的一个民族。高级知识分子占人口总数的7%，也是中国唯一没有文盲的民族。塔塔尔族专家多，教师多，医生多。伊犁第一家学校、新疆第一家女子学校都是塔塔尔族人开办的，并向欧洲输送了第一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许多人成为了当地知名的医生、学者。塔塔尔族人十分重视礼仪，见面以握手问好，对长者非常尊重。塔塔尔族人热情好客，对远道而来投宿的客人总是热情款待，并乐于助人。塔塔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热情奔放的民族，男女老少都十分热爱唱歌跳舞。撒班节又称为立头节，是塔塔尔族特有的传统节日。他们习惯每年在全村所有农户都完成春播后举行一次集体庆祝活动。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保护项目。撒班节会选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举行，有美食、歌舞、拔河、摔跤、赛马等集体活动。有机会一定要来感受一下这里欢乐的气氛哟。昨天晚上在烧烤摊，我旁边那桌2位也不知道哪里的游客大哥，因为抢着结账吵起来了。只见其中一个大哥一个白鹤亮翅，刚要使出黑虎掏心，结果就让警察叔叔给抱住了。热身还没结束呢，全程不到1分钟都没人报警，案子就结束了。你就说吧，还有哪个城市出警速度能这么快？这个1分钟我说的还有点保守，其实它不到1分钟。最近我被问到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疆安全吗？现在说新疆不安全的人大概率是没来过新疆的。我很负责任的跟您说，新疆是全国最安全的地方，这里24小时有警察叔叔巡逻，500米内必有岗哨，您说能不安全吗？另外，新疆的各种安检也比较严格，坏人根本就没法在这里待。现在的新疆可以说是夜不闭户。还有就是新疆各个民族其实都是很团结友善的，随着来新疆的游客越来越多，大家对彼此的风俗习惯越来越了解，误解和偏见也就越来越少，彼此感受到更多的便是真诚和热情。作为一个维吾尔姑娘，我非常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到新疆，感受一下各民族不同的民俗风情，看看巍峨的雪山、辽阔的草原、浩瀚的沙漠、碧蓝的湖泊，尝尝新疆的美食，再看看新疆的美女。中国面积最大的县在哪里？你知道吗？这里比河北省的面积还要大，相当于2个江苏、12个北京、32个上海。放眼全世界，它的面积能超过世界上60%的国家。这里不光是面积大，还特别神秘。举世闻名的楼兰古国和罗布泊也位于这里。这个县就是新疆的若羌县。若羌县位于新疆东部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面积达20.23万平方公里，但总人口却不足8万人。每平方公里人口的密度仅有0.3，是名副其实的地广人稀。中国最大的镇在这里，罗布泊镇5.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3个北京的面积。中国4大无人区，若羌县就占了2个，分别是阿尔金山无人区和罗布泊无人区。这里还有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世界海拔最高的沙漠库木库利沙漠，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世界上出土干尸最多的墓葬小河墓葬。我国的国之大器第1颗原子弹就在这里试爆成功，标志着我国从此拥有了与其他大国相匹配的实力和国际地位。怎样，想不想来这里转转？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
这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合法穿越的无人区，这也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它位于死亡之海罗布泊，那就是哈密大海盗。你是不是也好奇，杳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为什么会被称为大海盗呢？其实罗布泊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在公元4世纪前拥有丰富的水源，是一座沙漠绿洲。楼兰古国就位于这里，曾经是丝绸之路上最繁华之地，因此被称为大海盗。后气候变迁，罗布泊湖水干涸，与沙漠融为一体，形成了生命禁地，无数的科学家、探险家在这里藏尸了生命。不过现在的大海盗无人区得以开放，有很多自驾和穿越的路线，难度不同，有些路线开着普通的轿车、方车也能游玩。这里的魅力不光是它的原始和神秘，在这里你能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雅丹地貌群，探寻长城秘境，风光绝美，穿越这片土地，沙漠、戈壁、雅丹、野生胡杨林尽收眼底。这里还有风势冲动、万里荒漠，也被称为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你可以住在这里的火星基地，晚上你没有心思睡觉的，因为这里的星辰大海一定是你一生中见过最美的星空。快开着你的小轿车来这里挑战吧！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新疆之大，快递都害怕。作为全国面积最大的省级单位，新疆到底有多大？新疆面积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领土面积的1/6，大小跟伊朗差不多。新疆面积等于3个法国、5个意大利、7个英国。新疆等于3个四川、10个山东、15个江苏、99个北京。新疆东西宽是1950公里，南北长是1550公里，跟我们陆地接壤的国家有14个，其中跟新疆接壤的就8个，分别是蒙古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新疆的乌鲁木齐是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城市，我们想看海起码奔波2500多公里。在新疆开车，你一定要时刻注意着你的油箱表，见到加油站就得加一下油，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加油站离你到底有多远。在新疆谈恋爱，阿勒泰地区的小伙爱上了喀什地区的姑娘，这本地恋比广州小伙爱上山东姑娘的距离还要远，中间还隔着一座7443米的天山。新疆大，新疆的山脉也大，天山山脉的面积占新疆的1/3，比四川省还要大。天山把新疆一分为2，划出了北疆跟南疆。北疆相对比较湿润，植被丰富，牧场较多。南疆比较干燥，以农耕为主。没想到新疆这么大吧？快给新疆点个赞吧！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是谁把西域改成了新疆？而新疆为什么叫新疆？其实早在汉朝时期，北方的匈奴连连进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联合西域一起抗击匈奴。最终张骞不辱使命，匈奴败退，西域也至此归顺了汉朝，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后经朝代变迁，西域得而复失，直至乾隆年间又再一次收复了失据1000年之久的西域。乾隆大帝把西域改名为新疆，寓意着故土新归。这个疆字又有什么含义呢？疆字的拱字旁代表的是我们新疆延绵5600公里的边界线，提土旁代表这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疆字后半部分的3横代表的是新疆的3个山脉，分别是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2田代表夹在中间的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这2个盆地自然就衍生出了2个沙漠，库尔班古特沙漠和塔克玛干沙漠。没想到疆字还有这么深刻的含义吧？如果你也喜欢新疆，记得关注我哟。在新疆居然有一个从东北迁移过来的民族，这个民族能征善战，又懂得农业，但200多年前他们却携家带口，千里迢迢从广漠的东北迁移到新疆伊犁地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乾隆年间，新疆发生了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叛乱镇压下去以后，当时那个地方没有人戍边，所以乾隆皇帝下令找一个既能征战又懂得农耕文化的民族西迁，最后就选择了锡伯族。
1018名官兵加上家属，有3000多人告别了自己的故乡，步行走了1年3个月到达新疆，所以新疆才有一个锡伯族自治县。他们为守卫新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锡伯族西迁的这一波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放弃了自己很多东西，所以这个民族在中华56个民族中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民族，是值得大家铭记在心的一个民族。锡伯族现在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西迁节，这一节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比春节和其他节日都更为重要。西迁节也在2006年的时候被国务院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的遗产。锡伯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这里还走出了一个漂亮的女明星，她经常为家乡做宣传。你知道她是谁吗？